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家餐厅呢，是北京的一家融汇了8大菜系的神秘国宴菜。他家地理位置特别牛啊，位于中南海东门的斜对面，一个僻静的四合院内，位置相当的隐蔽，门口没有招牌，以至于开车特别容易错过，得服务员打开大门才能看到程福宴的字样。进入大门呢，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，里边一共有3个包间，分别位于南北还有西侧的2楼。并且可以看到店内有很多毛主席的画像和装饰，因为这家餐厅呢正是毛主席的御用大厨程汝明老先生创建的。包厢内呢宽敞舒适，整体装修是一种大红色的中国风，特别贴切这家餐厅周围啊这故宫和中南海这红色墙壁给人的印象。预定的话呢，必须提前至少1天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预定，每位定金500块，每日呢只有午餐跟晚餐各3桌。并且他们家呢也是套餐制的，分为国宴菜单1380一位、1980一位和2580一位3个档，还有文化菜单啊是1980一位。另外在这个套餐以外啊，再单收15%的服务费，并且可以根据客人的忌口和喜好定制菜单，也可以单独追加经典菜单或者说主菜单替换成经典菜，都需要提前预约。进入正题啊，落座后呢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盒花生米，还有一个果盘。这花生米给我印象巨深刻，上边写的是汝窑拌酒大花生，选择的据说是河南与山东地区的大尺寸花生，每一粒呢都个儿大饱满，30秒搅拌一次，3层蜜酱涂抹，70分钟慢火烤制。光这个广告语看着就馋人，不过确实入口香味十足，很香很脆，不是你们想象的传统五香味，而是用的秘制酱料，咸香适中。这确实是我目前吃过啊最好吃的烤花生。然后水果的话不过都介绍了，有葡萄、青提、哈密瓜、火龙果、蜜瓜、金果、薄荷叶，很丰富的搭配。点完酒水和茶就开始上凉菜了。首先是开胃2小吃，坚果鹅肝还有话梅芸豆做成的形状像棒棒糖一样的小点心。从这个凉菜的样式就可以看出来，主厨很年轻，最起码他的内心是很年轻的。棒棒糖一样的鹅肝呢非常细腻，搭配上面的坚果还挺好吃的。然后旁边的这个话梅芸豆做的棒棒糖呢，话梅味非常的足，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的口感。接下来呢是国宴手造面包配汝窑酱，搭配的酱汁绿的呢是罗勒叶汁，还有一个就是味道跟老干妈挺像的他们家自制的辣酱。要不是这辣酱呢，我其实都有点怀疑在吃西餐了。面包的话因为是手工现做的，上的时候还是热乎的，口感倒是不错，外皮酥脆内里松软，中间还加了一圈类似火腿似的肉，挺有意思。接下来就是富贵醉虾搭这个茅台酒猪，算是今天第一道开胃冷菜。它这个富贵虾啊用的应该是公的，没有虾膏，搭配的茅台酒猪呢，我尝了一口，有一特别清淡的酒香，基本吃不出来茅台味儿。上边还有3种不同颜色不同口味的这个白芦笋，用来起到解腻的作用。旁边还有一个像冰糖葫芦一样的小番茄，外边裹着糖壳，上面还有一个特别长的糖须子。虽然上面点缀的茅台酒猪没啥味儿啊，但是这个虾肉腌的真是恰到好处，酒香味十足，口感呢也是软弹适中，整体还不错。吃完凉菜呢，就是开胃汤品，据说是选用新西兰上好的花椒，加入这个水鸭肉，还有猴头菌，用玉泉山的山泉水炖制而成的。但有意思的是啊，它这个虽然加的是鸭肉，不过汤并不是鸭汤，而是鸡汤，整体的鸡汤很鲜，猴头菌和这个花椒的口感也不错。但是这个鸭肉啊，我实在是没搞懂为什么要添这东西。虽然处理的很干净，没有任何的腥味，但是说实话是有点柴的，可能主厨他有他独特的理解，我确实是没有吃懂。喝完开胃汤呢，就是第一道主菜，陈皮烧鲍鱼，选用的是南非的干鲍作为主料，经过7天的发制，然后再经过7天的陈皮腌制而成。鲍鱼底下呢垫的是一个用杂粮做的锅巴，鲍鱼旁边搭配的素菜呢是南瓜和这个宝塔菜，可以起到这个解腻作用。这道菜说实话我也完全没有吃懂大厨的用意，因为经过4天陈皮的腌制呢，它陈皮的香味已经完全盖过了这个干鲍本身独有的这种醇厚的香味，并且不知道是因为本身鲍鱼发质的问题呢，还是因为它经过4天陈皮腌制导致的呢，口感也一般，甚至在我吃过众多的干鲍里，它连中等都排不上。所以我感觉用鲜活的大鲍鱼来做这道菜也完全 OK， 省去了7天发制的过程，而且还便宜。不过整体的味道还是可以的，尤其它下边垫的这个杂粮锅巴，口感酥脆，配合上这个鲍鱼的汁儿，吃起来非常的香。吃完第一道主菜呢，服务员上了一杯特别精致的小饮品，
据说是用番茄汁制成的，然后上面漂浮的这一滴油呢，应该是橄榄油和薄荷做的，主要是为了主菜之间过渡清口解腻，也是为了让你在品尝下一道菜的时候更好的打开这个味蕾，省得串味儿。第二道主菜呢是饼卷狮头鹅配这个脆米海参梅子酱汁儿，因为在潮汕呢有无鹅不成席的说法，所以选用这个狮头鹅作为主料，旁边还有3个小球，发白的是芋头，中间绿色的是这个青笋，橘红色的是用红薯做的。上面的海参口感我觉得中规中矩吧，搭配外面包裹这个炸的酥脆的脆米还不错。然后就是这个狮头鹅外边裹的这个饼啊，有点类似于春饼的感觉，但是比春饼要厚，口感特别好。然后里面包裹的这个鹅肉也是又嫩又香，它这个香是那种酱香，特别醇厚的肉香，软嫩呢也做的特别适中，一点也不塞牙。搭配外面裹的薄饼，我觉得这个鹅肉是目前吃过今天最好吃的一道菜。接下来呢是鲜肉饼蒸大黄鱼配这个香醋汁儿，据介绍呢是用台州的黄鱼作为主料，下面这个肉饼呢是用新鲜的土猪肉做的，然后香醋汁儿用的说是山西的陈醋和香醋，还有意大利黑醋等5种以上的各种名醋制作而成。这个说实话，与其说肉饼，我觉得更像是肉馅儿。鱼肉没问题呀，很鲜很嫩，入口即化。这个肉饼我是真没觉得它哪儿好吃，尤其是搭配这个鱼。不过美食这东西确实因人而异啊，我个人觉得不好吃呢，那可能不是菜的问题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吃完主菜呢，就是最后收尾的汤，竹笋浸奶白菜，上面还搭了一个枸杞。这个汤其实就跟开水白菜用的高汤差不多，都是用老母鸡等各种肉类做的这个肉汤，然后通过澄清的手法制成的，上面没有飘任何一滴油。汤的话鲜味十足，还有淡淡的肉香，搭配的这个小奶白菜还有竹笋作为收尾，吃的倒是挺舒服的。酒足饭饱后呢，就是厨师长推荐的甜品城府手造酸奶糕。酸奶上边的呢是蓝莓、芒果、猕猴桃还有薄荷叶，水果没啥可说的，酸奶奶香味倒是挺浓郁的，并且有这种沙口的口感，也还不错。最后呢就到了评分环节，环境的话呢地理位置非常的牛，而且是标准的4合院，私密性极强，包间跟包间之间呢也隔着挺远的，5星没问题。服务的话呢，相比较我之前探过这么一家店，感觉他们家的专业性不是很强，甚至在后面介绍大黄鱼的时候把台州还念成了台州，服务起来呢也特别的商务化，感觉没有一丝感情，尤其还收了15%的服务费，感觉他们这个服务是刚刚踩在及格线上，3星。食材的话整体中规中矩，没什么毛病，也没有特别亮眼的地方，4星。出品的话呢，对我个人而言，它陈皮腌制的干鲍，还有这个肉饼上面垫的这个鱼肉啊，这2道菜真的没有吃太明白，对我个人而言呢谈不上好吃，总体3星半。性价比的话呢，也是对我个人而言3星。最后做总结的话呢，就是城福宴这家店呀，地理位置很牛，环境也不错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宴请贵客或者外宾，绝对倍儿有面子。不过要是自掏腰包啊，单纯为了美食而来，我个人觉得呢没什么必要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